当 MC 中添加了数十种兽人和哥布林的变种，还有一个风格非常不错的专属结构——兽人营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聪明的小包，今天又是一个优质模组介绍。首先是大家最喜欢的生物环节，兽人和哥布林有非常相近的绿油油的脸，不过兽人的体型比哥布林要高大不少，更接近人类的比例。常见的兽人与哥布林除了外形和一些属性之外，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。我们首先介绍矮小的哥布林吧，他们会在每一次攻击敌人之后马上躲开，迂回一下，然后再发起下一次攻击，就像星际里面的农民采矿一样，来来回回的。比较常见的哥布林有两种，一种是持剑哥布林，虽然他手上的双剑看起来更像是砍刀；第二种是持盾哥布林，一手持盾，另一手拿着像锅铲一样的武器，他的防御力更高，并且不会受到击退效果。第三种是持锤哥布林，攻击玩家的时候会造成一小段的击退。然后第四种哥布林是炸弹哥布林，他们随时高举着一个方方的炸弹，靠近玩家的时候并不会马上爆炸，也是会采用迂回战术，一来一回，在某一次靠近之前突然下定决心引燃炸弹，试图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打火石或者岩浆提前引爆它。第五种哥布林是伪装哥布林，有的时候会突然从周围的树上面掉落下来，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树叶，被攻击之后这个树叶的伪装就会消失，露出里面的一只普通哥布林。第五种是哥布林中的怪人，和其他的哥布林不太一样，他穿着深色的魔法外套，眼睛是血红血红的，看着非常邪恶，手上拿着一个头骨棒子。但是和他的外形不同的是，他非常的胆小软弱，人家的迂回战术好歹会攻击一下，他倒好，光迂回了连碰都不敢碰玩家一下，这要是在混战中，他肯定是妥妥的混子一个。而且他的移动速度特别快，玩家将他打到血量较低的时候，他会瞬移，并且让玩家失明，等失明结束了，他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接下来是兽人，兽人中常见的也有持剑、持盾、持锤形态。普通的兽人是穿着皮革套装的，不过也有更加强大的兽人，穿着护甲超高的铁套装行动。然后就是兽人中的变种，首先是兽人 BOSS， 体型比普通的兽人更高，当然血量和攻击力还有护甲也是。普通的兽人和哥布林在附近的时候，会主动的向兽人 BOSS 附近靠近，抱住大佬的大腿不放。不过这个大佬他也是打完人会迂回一圈的类型。第二个变种是更高一级的兽人首领，虽然体型没有 BOSS 那么高大，但是他穿着一套厚重的铁装备，有两个巨大的獠牙，血量和防御力也更高。这次是 BOSS 遇到他都要抱住他大腿了，一群 BOSS 在附近的时候都会主动的向首领靠近。也是终于有一种兽人不喜欢迂回战术了，非常头铁，就算被攻击了也一直会向玩家靠近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盔甲太沉了，移动起来实在不太方便的原因，他甚至连一个高的小坡都上不去。然后下面一个兽人的变体和前面哥布林中的怪人差不多，身高稍微高一些，会使用魔法对玩家发起攻击，对目标造成伤害，并且让其凋零，有的时候还会召唤幽灵攻击玩家。比他更强一点的有一个变种，外形和他差不多，眼睛是会发光的，手持头骨法杖，和玩家战斗的时候会间接性的对玩家施加一个造成短暂失明的魔法，并且附带凋零效果，有的时候还会瞬移逃生。最后的是一只食骨鸽，这种生物长得非常丑啊，在设定中它是兽人的工具，有非常多的种类，又可以当食物，又可以当坐骑，还有乐器、假发、药品等等一系列功能。而在这个模组中的话，它们就是一群无脑的怪兽，会盲目的攻击玩家，并且不会迂回战术。接下来是一些战利品，一部分可以在兽人的营地中找到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兽人的营地了。兽人的营地规模不是很大，总共也只有2个小房子，箱子的话总共也只有4个，其中的一个箱子藏在瞭望塔的脚底下。我们可以从营地或者兽人们的身上获得战利品。接下来介绍一些比较不错的，首先是这个，可以给各种方块外面加固的板块，非常沉重的兽人之锤，可以使用魔法的头骨法杖，外形很奇怪的兽牙护甲和武器，还有这个从伪装哥布林身上学来的用树叶可以制作的一套护甲，玩家穿上它之后蹲下来之后就可以伪装身形啊，不过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怪物在附近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。穿着它从空中掉落的时候还会获得缓降效果，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前期装备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兽人模组的全部内容啦。模组名称为 ORCZ， 版本为 Forge 1.16.5 和 1.18.2，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